一块石头重重地砸到了地面，一个御剑少年在废墟中急速狂奔，一个黑影突然出现，朝地面发出大量气功弹，犹如火山爆发一般，在地面燃烧了起来。御剑少年走进一个地下室中，一个中年妇女说道：“特南克斯。”原来这位御剑少年是特南克斯。波尔玛用了1年的时间研制了一些能量水，不过这些只能满足单趟的旅途。特南克斯担心过去了就回不来了。波尔玛说：“没事的，我有办法。”告诫他一定要保护好这瓶液体。刚收起来，突然外面发生了爆炸。波尔玛让特南克斯带上液体赶紧跑了。外面再次发生了爆炸，而波尔玛被一个黑色身影抓住了，一下给消灭了。特南克斯看着消失的母亲，内心悲痛万分。画面一转，悟空他们站在田间地头，种了这么多蔬菜。比克说道：“为什么叫我过来？”悟空说：“我们一起修炼，将这些收完，这也算修炼。”琪琪生气了：“让你干就干，咋这么多废话呢？”悟空叫上雾天比克要开始比赛了。琪琪说：“雾天不能干，小孩子的工作就是学习。”比克与悟空开始了比赛，两个人的动作甚是潇洒。普林突然来了，说道：“贝吉塔又去了破坏神星球去修炼了。”悟空听到停了下来，开始寻找贝吉塔的气息。果然，贝吉塔和维斯正在修炼。悟空感受到气息，瞬间消失了。琪琪气呼呼地说道：“谁让你说的？你来替他干活。你看比克干得很开心呢。”贝吉塔正要朝维斯打过去，悟空突然出现了，一拳将悟空打飞了。好奸诈啊！贝吉塔竟然一个人偷偷来修炼。比鲁斯突然出来了：“你来我这儿没带什么礼物吗？”悟空慌张地拿出一个包菜，比鲁斯尝了一口，清脆可口，味道还不错。这神当的可真没劲儿啊！特南克斯在急速奔跑着，走进了一个房子中，站在幽深的走廊中，敲打着一个房间的门。突然，一个人叫住了他，是小五，已经长得亭亭玉立了。小五问道：“波尔玛阿姨呢？”特南克斯痛苦地说道：“她为了让我逃走，牺牲了。这是母亲用生命抽出的能量，用它我就可以回到过去了。”悟空和贝吉塔好奇地说道。比鲁斯大人一听到拳王，似乎很害怕的样子。维斯告诉他们，拳王是这个世上地位最高的人。悟空问：“那他是最强的吗？”比鲁斯告诉他，拳王不战斗，但他是最强的，分分钟可以让所有宇宙消失。画面一转，又来到了未来。特南克斯和小五拿着枪在树丛中穿梭，他突然停了下来，面露惊恐。天空中黑云密布，在上方形成一股强大的旋风。特南克斯拔出宝剑，天空闪电雷鸣，出现了一个黑色身影，有着一双吓人的红色眼睛。特南克斯上前与其激战，但是特南克斯不是他的对手，一下被他打飞了。小五为了保护特南克斯，拿着枪朝他打了过去，没想到也被打飞了。特南克斯过去抱住了小五，火焰迅速退去，出现一个黑色着装的人物。这个人怎么那么像悟空？他恶狠狠地说道：“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，赛亚人。”特南克斯痛苦地看着昏倒的小五，内心悲痛万分。特南克斯咬牙切齿地看着黑悟空，他观察着四周，寻找逃走的空隙。黑悟空说道：“我会马上把你也送到他身边去的。”特南克斯听到怒气上升，立马提起变身成了超级赛亚人，而黑悟空蔑视地看着他。特南克斯朝他开始攻击，但是特南克斯的攻击对他毫无作用，一拳被打飞了。黑悟空开始攻击，特南克斯被打得节节败退，一脚被踢到了墙上，紧接着又朝他进行击打，发出连续死亡冲击波。特南克斯被打倒了，黑悟空正打算消灭特南克斯，特南克斯拔出宝剑朝他扔了过去，然后发出魔闪光。攻击消失后，特南克斯不见了，他踉踉跄跄地走进了实验室中，拿出能量水放进了机器中。特南克斯坐了进去，发动了机器，而黑悟空在用神之力量感受着他的气息。机器突然冲了出来，想用着机器逃走，没门。黑悟空准备发出大绝消灭特南克斯，只见马上就要击中他了，却突然消失了。黑悟空难以置信，到处寻找，用神之力量感受着他的气息，但是完全感受不到，竟然消失了。特南克斯进入了时光隧道中，心中暗暗发誓，一定要为母亲和小五报仇。画面一转，来到了特南克斯的学校，比拉夫也在跟随着特南克斯上学。老师宣布下课了，大家开心坏了。特南克斯邀请他们去家里做客，小五害羞的暗送秋波，特南克斯也不好意思了，拉住小五的手就跑了起来。比拉夫他们惊呆了，特南克斯少爷竟然拉住了小五的手。大家正吃饭呢，特南克斯突然感觉到有些异样，天空果然骤变，气息向一处急剧靠拢，突然出来了一座飞船，老师吓得一屁股坐到了地上。特南克斯飞过去，发现里面有个人，老师看到了飞船上写着胶囊公司。特南克斯让他们把博尔玛叫过来，博尔玛过来后一脸的担心，他似乎知道这个人是谁。博尔玛将他放在了床上，赶紧去叫贝吉塔了。比拉夫突然惊讶了，难不成他是私生子？大家被他的话也整诧异了。小五说道：“他简直和你一模一样。”特南克斯完全不敢相信。博尔玛拿着通讯器给维斯打电话，告诉他赶紧让贝吉塔回来。比鲁斯生气了，给你通讯设备不是让你说这些无聊的事情的。博尔玛头都钻出来了，说道：“是很紧急的事情。特南克斯从未来回来了，看着似乎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。”而小特南克斯听到整个人都不好了，大家七嘴八舌的在那讨论着。博尔玛发飙了，让他们赶紧闭嘴，然后让小特南克斯去院里提气。特南克斯极力提气，变身成了超级赛亚人。比鲁斯说感觉挺有意思的，也要跟着去，然后抓住了悟空，大家瞬间来到了地球。贝吉塔让悟空赶紧去拿仙豆，
悟空瞬间消失了。而卡莲大人正在和雅奇洛贝玩游戏呢，悟空突然出现了，拿了仙豆就走了。布尔玛喂给了特南克斯，他渐渐苏醒了过来，迷迷糊糊中看到了悟空，突然紧张了起来，想起了就是他让母亲和小五消失了，起身就朝悟空一拳打了过去。所有人都惊呆了，这混蛋！悟空抓着特南克斯的手，怎么了特南克斯？但他却说，你这个混蛋！布尔玛见状给了特南克斯一巴掌，你在干什么啊？这一巴掌把他给打醒了。悟空叔叔，然后给悟空鞠躬道歉。布尔玛问道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特南克斯再次看到母亲，内心极为震撼，走过去抱住了母亲。他看到贝吉塔，叫了一声父亲。比拉夫化身为正义的使者，要为小特南克斯伸张正义。大人们，你们看看小少爷受多大打击，你们竟然又一个私生子！三个小家伙幸灾乐祸地跳了起来。布尔玛砰砰砰打了他们3下。这是我未来的孩子，这个是我现在的孩子，这2个是同一个人。小五从特南克斯身边走了过去，特南克斯看到小五眼睛都直了。布尔玛骄傲的他从未来穿越到了现代，大家死死盯着黑悟空，而黑悟空也迷茫地看着这个世界，我怎么在这里？忽然明白了，原来是穿越了。大家看着他，果然和悟空一模一样。黑悟空低头看到了贝吉塔，发现比鲁斯也在。特南克斯想上前攻击他，被贝吉塔叫住了，说道：“你不是他的对手。”哪想到悟空直接飞上去了。悟空上去要和黑悟空比试一下。黑悟空说道：“很荣幸用这个身体和你比试比试。”悟空听到这儿有点懵，黑悟空并未给他解释，直接朝他发射了气功弹，一下将悟空打飞了。大家也飞过去观战，悟空起来变身超级赛亚人，2个人展开了激战，而悟空对他的攻击丝毫没有作用，让他一度感到十分兴奋。黑悟空将力量提升，时空通道突然产生异常反应，黑悟空飞上来与悟空再次展开了较量。特南克斯说道：“为什么悟空叔叔不用和我战斗时的力量？”贝吉塔说：“最开始不用全力，这是他一贯的坏毛病。”2个人打的是不分上下，同时击中了对方，大家都看呆了。比鲁斯看着他们打斗的场景，感觉黑悟空身上的气非常奇怪。2个人再次展开了激战，经过一番激烈打斗，悟空被打倒在地。突然，时空又发出超强电磁波，黑悟空一分神，被悟空一脚踹飞了，痛得他捂住了胸口。而黑悟空再次发出气功弹，被悟空一掌打跑了。他瞬间来到了悟空面前，将悟空打到了地面。黑悟空此时正好发现了时间机器，悟空起身又朝黑悟空开始攻击。2个人打斗的正激烈，时空通道突然产生巨大吸力，将黑悟空不断往里吸。就在消失的一瞬间，他顺手将时间机器毁坏了，大家惊呆了。然后时空关闭，黑悟空消失了。维斯明白了，是时间指环对时间机器的穿越产生了扭曲反应，将黑悟空带到了这个时代，现在又恢复正常了。黑悟空回到了未来，他捂住了自己隐隐作痛的胸口，一下坠落到了地面。落地后还碎碎说着：“这就是孙悟空超级赛亚人的力量，我可以将他的力量完美复制给自身，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可以反抗我的人了。”大家站在火焰旁，静静地看着燃烧的时间机器。特南克斯悲痛万分，这下无法回到未来了。
悟空问道：“这次战斗的他实力发挥的如何？”特南克斯说：“在未来的他稍微强一点。”贝吉塔说：“你放心吧，我们的力量远远不止这些。”特南克斯正难过呢，比鲁斯告诉他们：“大家看到他手上的戒指了吗？那是只有界王神才能拥有的时间指环。但是界王神中没有和悟空长得一模一样的时间指环，只能回到过去。在众神的世界里，回过去是被严厉禁止的。”悟空听的是云里雾里的。特南克斯上前请求比鲁斯借给他时间指环，比鲁斯不耐烦地告诉他：“不是告诉你了，指环只有界王神才有。”特南克斯伤心地走到时间机器的旁边，回忆起母亲小五交代的事情，要回去拯救地球，内心不觉悲痛万分。贝吉塔走了过来，静静地告诉他：“不要放弃，一定有办法的。”特南克斯被父亲的鼓励感动了，只见一个身影脚步飞快，沃尔玛蓬头垢面地跑了过来，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。随后扔出去一个胶囊，出现一台时间机器，大家都看呆了。而在未来，小五还静静地躺在地面，等待着特南克斯。